好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知识点啊，第14个知识点。与椭圆儿，这是已知的将连在 x 轴的椭圆儿，与它共交点的椭圆方程可设为啊。我们先不要看那个式子啊，那些是使的东西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理解了。为什么要有公共的交点呢？大家看。这是椭圆的两个交点，什么叫椭圆呢？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等于定长，这样的点的轨迹就是椭圆儿。我可以给大家画出来一个，无论我这个手指运动到哪里，我都做到了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等于这段定长。这是椭圆儿，两个定点我是不变的，所以要有共同的交点嘛。两个定点我是不变的，可是这个长变了啊，这个长我给它变得短一点儿啊，我再给它打个结，我把它变得短一点儿。那么依然是刚才的两个定点，所以呢，你看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，这个定长变了，但是呢，它这些点依然做到了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等于定长，只不过这个定长啊，它是新的定长，所以我是不是又画出来一个椭圆儿？我就稍微短一点点，短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我可以画出。当然，你再长，你都不能永远要保持2a 是大于2c 的，a 是大于 b 大于0的。那么，我可以画出无数个以这两个点为交点的椭圆，这些椭圆就叫做共交点的椭圆。好。我给大家解释了什么叫共交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分析这道题。先不要看结论，我们分析完了，由实践到理论，然后再由理论到实践，这个过程都是必须的你要学东西要把它学透彻。经过一个点和已知的椭圆有共同的交点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？和它拥有共同的交点，我第一件事就想知道它交点在哪个轴。我把它变化一下，轴两边同时除以36，4分之 x 方加上9分之 y 方是等于1的。y 方下边的数大，它的交点在 y 轴。我既然和它拥有共同的交点，说明我要求的这个椭圆交点也在 y 轴。于是呢，既然我交点在 y 轴嘛，所以所求椭圆为 x 方比 b 方加上 y 方比 a 方等于1它下边的数大。交点就在 y 轴，而且大的那个数就是 a 方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，你交点在哪个轴，我交点就在哪个轴。第二件事，既然我们有共同的交点，说明我们有一个值是相等的，哪一个值呢？ c 的值，c 的值是相等的，所以呢，你看。a 方等于9 b 方等于4，显然 c 方是等于5的。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 a 方减 b 方是 c 方。我们拥有共同的交点，这是以 F1， 我先把图画出来以 F1、F2 为交点的椭圆，我还可以再画一个，我可以画出无数个跟它共交点的，我们的 c 始终是没变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这个方程呢，我就可以 x 方反正我的 c 方也是5， b 方等于 a 方减 c 方 ，c 方是5，就换成了 a 减5，然后是 y 方比 a 方等于1。
椭圆它怎么让我求啊？我怎么能求出无数个？你看人家还过点了呢。你要是过了某一个特定的点，那你就不能是无数个了，那就是确定的了。所以既然它还过了2斗3这个点，过这个点点在椭圆上，点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，所以我就得到把 x 等于2带进来，4除以 a 方减5加上9除以 a 方是等于1的，然后取个分母吧，4a 方加上9倍的 a 方减5就等于 a 方倍的 a 方减5，我们快速的做出来啊。9a 方4a 方13a 方减去5就是45，右边呢是 a 的4次方减去5a 的平方，都移到右边，降幂排列 a 的4次方加上13加上8a 方，把它移过去，加上45等于0。那么我就可以这是减 a 方，这是减45，对。然后呢，把 a 方看成一个未知数 ，a 方的平方加上8a 方再加上45等于0。看一看能不能实现成。我们这个数算的对不对？5、9、45，5、9、45。设它的方程是 x 方比 b 方加上 y 方比 a 方，西方是等于5的 ，b 方呢是 a 方减西方，没有问题。a 方减西方分之4，a 方分之9。然后每一项去分母乘以4a 方，它是9倍的 a 方减5等于 a 方，然后是5a， 然后是9a 方4a 方13a 方减去45等于 a 的4次方减5a 方，没有问题。a 的4次方把它这是减，把它移过去，减13减18a 方。所以千万要小心，不能有丝毫的疏忽。把它移过去是减18a 方加上45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分解因式。a 方的平方减18a 方加上45等于0。15乘以3，负15负18。所以是 a 方减15乘以 a 方减3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，所以 a 方要么等于15，或者 a 方等于3。是都留着呢，还是有取有舍呢？我们再接着看a 方如果等于3的话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西方都等于5，在椭圆当中一定是 a 老大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了，把它舍去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得到 x 方比上 b 方是 a 方减5，15减5它是10，加上 y 方比上 a 方是15，然后等于1。好，我们就求出来了。那么这道题我现在是中规中矩的去求。当你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可以随便的去求。怎么去求？你就知道焦点在 y 轴 ，y 方下边的数大多少呢？a 方减 b 方是西方它得比它大5，因为西方等于5，所以我就随便设了。我可以设 x 方比上栏目的加上 y 方比上栏目的加5等于1。你看没有平方，看起来舒服多了吧？你还可以设成 x 方除以栏目的减5加上 y 方除以栏目的等于1，它比它大，它比它大5。你还可以怎么设？就是我刚才设的这个。
你的方程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，我原封不动，我各自给你分母加一个 m， 在我眼里这么一大堆它是 a 方，这么一大堆它是 b 方，你看看你这个大大的 a 方减去大大的 b 方，又是刚才的小 a 方减去小 b 方， m 减 m 没有了，就是原来的西方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不用一定要把它背下来，一定要套用这个，相比之下它就不如我们这样的更好解，这样的也比它好解一点啊，计算量要小一点，计算量小，过程短啊，要过程冗长，它就会存在潜在的丢分危险。所以呢，我们越简洁越好，最关键的是掰清这个道理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第14个知识点，下节课我给大家讲第15个知识点。